好，川普哦，其实你就是用生意人来看待他就可以了，不论他在任何的层面哦。那他现在最新的内阁这个点将啊，也已经曝光了，像是国家安全顾问，现在呼声最高的就是这个欧布莱恩哦。欧布莱恩也被视为说是这个共和党内最支持对于这个北约啊、乌克兰的一个支持者，那他也主张要强化印太伙伴关系。另外的国防部长呢，也是点名到了前国务卿庞佩奥。那我们来看看欧布莱恩呢，其实不论是他或者是庞佩奥，都算是这个。好战派比较是激进派一点的，因为他们都是一直好像推着别人去打仗，推着别人去发动战争哦。那这样子的一个论调，其实并不是说你真的要打起来，而是呢，我告诉你你好危险，你赶快买单，这个please donate， 或者是赶快买一下这个我们的刺针飞弹也好啊。你看，告诉台湾哦，他是2年前讲的哦，他说1到2年内会武力袭台哦。那现在看起来好像快要时间到了，那他其实说这么多，就是你的国防支出应该至少要占 GDP 5%，所以川普的那个 GDP 论呢，就是说我们的国防要占比，其实也是来自于欧布莱恩的一些提议。再来还有讲到说我们要拿 AK 啊，还有全台的派出所要派这个刺针飞弹哦。你看这样子2000多个派出所都买刺针飞弹，又是一大笔这个成交哦。那庞佩奥之前还有来过台湾嘛，那他就讲说，为乌克兰制定了5000亿美元的租借计划，也就是说我对你的支持啊，是不能由美国纳税人来买单的，是要你乌克兰哦，就是去借足够的钱来购买美国的武器，击败俄罗斯。所以他们讲起来，这个战争都是一笔生意哦，不是真的要你打，而是你得要买齐全我们的出产的产品。那再来，我们看到这川普概念国3兆美元的国防航太商机哦，现在展现出来了。因为其实川普是以美国为中心，外交采取孤立主义哦。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这个资料显示呢，2023年全球的国防预算是2.44兆美元，那到2030年会上看3兆美元了。哇，这个商机非常的大，所以川普的重点就是做生意，而不是免费援助你军事哦。那再来，另外大家现在关注。俄乌战争是不是真的一通电话1天之内就会结束呢？本来昨天普京还没有通电话，但是现在最新消息哦，他跟川普通电话啦，还祝贺川普当选，说川普是真男人呢。他说因为呢，这个川普在这个宾州这边遇到了这个袭击事件，他说表现得非常的正确勇敢，就像是真正的男子汉呢，借此向他这个祝贺当选。那川普也讲说，本来他7号的时候讲说还没通电话，但是应该会即将会赶快通电话。那他们2人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举世瞩目的双普会，也有人叫做普会啊，在芬兰登场。川普也大赞说，这个美俄交好是好事啊，双方有着非凡关系，而且一直都是说川普很崇拜普京哦，所以2个人快要通电话了。而且川普在昨天推出了一个震撼的和平方案，他说呢，乌克兰20年内不得加入北约，但是可以获得美国军援，也就是说你还是可以跟我买点军事武器哦，但是呢我就不会让你进这个北约啦。那不是哭死吗？那因为当初乌克兰就是想要加入北约而引发了这一场的这个俄乌战争嘛，结果你说现在20年内你不能进来，但是你还是可以跟我买一些军援或是武器哦。那你看这个普京也跟他呼应哦，他就在讲说北约显然是落后于这个时代哦，北约没有停止向欧洲东部扩张啊，现在试图这个反而将它的方针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这是违反了自身的章程。所以好像都不约而同讲到了北约。那乌克兰是不是会走向谈判桌呢？现在讲说可能川普回归之后哦，这3年多来的俄乌战争应该是要画下终点了吧，只是说乌克兰到时候可能必须要在国土主权上面对俄罗斯做一些让步哦。那拜登是赶紧趁他这个下台前哦，又发出了10亿美元的军火给乌克兰。那泽伦斯基现在当然很急啊，欧洲也急啊。他现在讲说，美国跟欧洲的关系一直不能断绝啊，拒绝向俄罗斯做任何让步，这会伤害乌克兰以及扩大到欧洲。他这个赶紧喊话，甚至呢紧锣密鼓的要见英国啊、法国的领导人。他跟这个施凯尔就英国首相见面的时候，也在讨论这个英国
可以怎么对于乌克兰国防支持。那见马克宏的时候就讲说军援啊、军事训练还有远程打击啊，希望给予帮助。那德法之间的国防部长也赶紧做一些紧急的会晤哦，说要来提高军费跟欧洲之间合作。欧洲现在更是紧张，马上开了一个峰会哦，就是要讨论一下现在目前的美欧关系。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米歇尔，他就说我们必须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哦。这与川普或是贺锦丽当选无关，是为了我们的后代。但是正是如此嘛，他们其实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该怎么样因应川普的回归，这场俄乌战争到底还要不要援助下去？其实也让欧洲非常的头痛哦。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最近拜登急着要在年底前给乌克兰钱啊，就是因为川普这个阵营已经放话了，说1月川普上台之后，他不会给乌克兰1毛钱。这个对泽伦斯基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啦。就说这个等于是要逼泽伦斯基要上谈判桌嘛。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啦，俄罗斯为什么要停战？它是优势啊。对。所以你要俄罗斯停战，俄罗斯一定会开条件嘛。所以现在不是传出川普说要乌克兰答应说20年内不加入北约。对。可是这里问题又回到乌克兰啊，那乌克兰的安全担保谁负责？我跟俄罗斯停火之后，我怎么知道俄罗斯会不会打我？那谁来保护我啊？而且俄罗斯还会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对我的制裁可以取消吧？目前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超过22000项啊，连俄罗斯猫都不能卖，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也不能卖，已经不合理到了极点了啊！所以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川普一定要做局部的经济制裁的解消了，不然对俄罗斯没有诱因啊！我为什么要停火了？我是上风啊，那乌克兰眼看就要崩溃了啊，所以俄罗斯为什么要停止？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只是那4个邦加入了俄罗斯啊，之后俄罗斯新打的面积有3000多平方公里，那俄罗斯要不要撤军？那俄罗斯会说，我为什么要撤军？我没有打输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很麻烦啊，就是说你对一个战胜者啊，你不管说他是不是侵略啦，不管啊，因为他现在战胜了，那你要他停止战争，你是给他什么条件啊？那如果乌克兰没有得到安全担保，谁敢去谈呢？因为他内部也会有强硬派啊，那强硬派很多人就会说你要去投降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没有川普想的那么容易了啊。实际上，川普常常把事情都想得太容易，后来都做不到。比如说他第1任的时候，他也想要去搞定北韩啊，那个时候就说，朝鲜不是有说你那个核武要废除啊，那我就来解除你的经济制裁。那结果也没有谈成啊，因为金正恩不可能同意嘛，他怎么可能全面废除核武？那他的政权就不保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了。那川普上任之后就知道了啦。好，来问赖老师。我觉得目前这个不管是美国的媒体，或是台湾的媒体啊，或者是欧洲的媒体，都在点名这个哪一些人会上来，尤其大家比较看重的，因为是跟美国的以外的国家有关嘛所以他们比较看重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安全顾问，还有就是国务卿、国防部长这几个位置，他们比较注意到的。然后点名的都是一些老面孔，这些老面孔如果按照他们的点名都上台，其实大家已经知道结果会是如何，因为这些人工作过4年，他们的能力怎么样，他们的手法怎么样，大概就是那些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说那个没有什么很大的忧虑因为卸任以后讲大话，上任以后做事就规规矩矩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可以预见的一个将来。为什么？因为你美国的筹码很有限，别的国家又不是说他没有筹码，特别是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他又不是没有筹码，所以这些国家这些人没有上台前
都讲的一堆，上台以后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下台以后又唱高调，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说要台湾每个人发这个什么AK-48还是 AK-4几47AK-47，就是每个人都要发一支步枪。你看看嘛，你现在上台了，如果说你真的上台，你发给台湾每个人嘛，你就做到嘛，做不到的，所以都是一张嘴。我个人觉得，我对这些人坦白说，我是很扁的，因为这些人没有多大的能耐。如果川普有脑袋，我如果是川普，我就不会用这些人。但这些人又很忠心，忠心耿耿。所以川普如果真的用这些人，也可以推断得出4年一事无成。坦白说，他们什么都做不出来。普丁是老谋深算了，普丁坦白说是厉害啊。第一时间大家在问，那你俄罗斯要不要给川普制核电？没有这个打算。然后再问他们的这个总统的发言人说，我们没有这个打算。好，然后接着就看到了普丁，他是在一个演讲的时候，然后就直接讲出来说，恭喜祝贺这个川普，但是并没有直接向川普会向美国祝贺，而是面对大家讲祝贺。那他说要不要接电话？过去欧洲的领导人，包括美国在内，每个礼拜都打电话给我然后说停就停。那他的意思是什么？说这些欧美的人不可靠，需要你的时候天天打给你，然后翻脸的时候就跟翻书一样。所以对于他来讲，有没有这通电话都不重要。所以他并没有要打电话给这个川普，也没有不打电话给川普，也就是说很淡定。我觉得这些大国已经开始在进行外交的角力了。好，请教将军。对，我认为川普当选呢，对普丁有利，这很清楚的。那这个为什么11月5号川普当选了，到11月8号普丁他才表态，3天呢？好朋友不急着表态，盘马弯弓故意不发，因为好朋友吧，还是不是好的朋友比较紧张，马上急着打电话表态，表示效忠，类似这个样。所以普丁在这一方面他做得很厉害，老谋深算，才会盘马弯弓，故意不发。3天之后，这个时候到了，打个电话，这个向川普道贺，高票当选，这个是这样。然后这个川普当选是有利普丁哦，那这样子的话，泽伦斯基就要紧张了，因为泽伦斯基我看他的泽伦斯基的胜利计划可能要改善后计划了，他要怎么去善后？这个比较务实，我认为他务实，因为现在泽伦斯基已经进入战略迷惘，我怎么办？因为美国新的领导人已经选出来了，他怎么样去？而且泽伦斯基跟原来的拜登是巴黎 OK 的，拜登可以支持泽伦斯基，但是现在川普他的整个的政治的立场跟拜登完全不一样，那这样的话，泽伦斯基怎么办？他的靠山倒了，变了，怎么办？所以他认为，整个当初的泽伦斯基的战略计划失败，到后来到现在的战略迷惘，到现在他要怎么去走？那他尤其是当这2年9个多月，这个所有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关的武器装备都给乌克兰，都给泽伦斯基，他还没有办法光复失土。结果他的口气很大，原则上他的战略能力跟他的战略的意图要旗鼓相当。结果他根本没那个能力，我就是要收复失土，我就要光复我的领土，就是这个样，这是毫无招架之力。换句话说，他整个的战略能量跟他的战略的企图太高，他的战略能力那么低，结果他的差距那么大，他结果变成痴人说梦。那这个是整个现在进入战略迷惘，他怎么去收拾？问题就是这乌克兰几十万的军人战死沙场，结果还丢掉了土地，将来可能割地投降，怎么办？所以将来这个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一定要非常的谨慎。那尤其是民主国家，就是选举4年换总统都有可能。那现在川普上来了，泽伦斯基怎么样去面对？他要去算这个战略时程，还有战略的利跟战略的弊，他都没有去好好的去精算。所以到现在为止，泽伦斯基往后要去走这个俄乌战争，对乌克兰
极端不利。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川普的贸易战呢，可能现在已经真的是摩拳擦掌，准备要开打了嘛，所以也要从他的这个用人来看哦。那今天这个市场上面关注的就是 Fed 的降息，那现在确定是降息一码，不过大家更想问鲍尔的是，会不会被川普给逼退啊？那这个鲍尔讲法我们来看一下，记者问他，如果川普要求你辞职，你会不会离开？他说不会。然后记者就说，那还有更多要说的吗？他说 no， 他就其实很坚决，他说要做到任期满哦。那为什么他会问到这个事情呢？大家如果有关注这个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他时不时就拿这个鲍尔来出气哦，时不时就说，要叫鲍尔给滚蛋哦，因为好像鲍尔的作风他觉得太显保守啦，他希望说这个鲍尔能够听他的，他甚至对外讲说，这个市场的事情啊，我比鲍尔还懂啊，所以他常常就想要对Fed下指导棋哦，强势回归。现在鲍尔真的是很头痛哦，因为他第一任期里面常常对鲍尔这个升息的决策不满，那外界就揣测说鲍尔是不是要被换掉了？那的确在竞选期间川普时不时炮轰鲍尔啊，那甚至主张说美国总统应该要对利率决策是有发言权的，所以这会不会鲍尔也成了这个被清算名单哦？也就是说，川普其实一直想要采取更激进的一些做法对于这个 Fed 来下指导棋。那川普的冲击恐怕也会对于中国大陆的 GDP 造成影响嘛？现在有一些这个外国的分析师在讲说，因为呢，这个中国大陆他们现在内需上面，这个是美国的讲法说感觉上面，是不是有依赖？应该是说，因为美国自己内需疲弱，而且又高度依赖出口这个中国，那所以这个 GDP 恐怕会影响到2.4个百分点。主要中国大陆是靠出口，那可是呢，现在如果有这个川普冲击的话，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这个中国的 GDP 2.4个百分点。那还有接下来财政部长的人选现在呼声很高，说是莱特海泽。他是谁呢？他其实是在80年代的时候主导过对日本对台的301法案，然后2016年川普上台的时候，他也帮助川普这个1.0时期的中美贸易战，然后颠覆了全球化的经济。那现在这个川普再度赢得了美选，有可能他会再回锅变成美国财长因此他接下来恐怕会再有第2波的这样子的一个制裁政策面向全世界。那还有大陆也是准备接招嘛？习近平有一番话对川普喊话他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一个稳定健康永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的期待，那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还有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这个分歧，还有拓展互利合作，在这个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正确相处那造福两国之外，其实也是惠及世界。那人民日报的钟声也有提到，他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的稳下去、好起来、向前走才是正确的抉择。因为其实每次对于中国大陆的制裁我看过有一篇报道，就是都会反伤到这个美国自己本身的 GDP 它还有一个比例表，就是说如果制裁到什么样程度会反伤到美国自己自身经济。那如果川普算盘打得精一点，就会知道制裁别人其实会这个伤害自己也是不小。那但是呢，川普的重税出击，现在据说这个人大委员会他们现在就是说要加强10兆规模的人民币来因应。那我们看一下，经济学人就认为呢，要因应这个川普冲击中国大陆的全国人大会议呢，他特别选在美国大选结果之后来办这样的一个显示呢，就是要做一些因应的动作。那目前市场预估大概最高是会到10兆人民币左右那其中的6兆用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那剩下4兆是用于支持房市。所以看起来中国大陆也是要强化它自己的本身的一个内需。那美国自己本身的企业现在其实有些其实并不想要表态。目前看到了川普胜选祖克伯、贝佐斯、库克，然后还有这个其他像是
字母就是 Google 的执行长啊，然后微软的执行长啊，纳德拉还有皮加，他们其实都有在第一时间发文。那但是有2个人没有，一个是巴菲特，股神巴菲特，另外一个是黄仁勋哦，现在目前都没有对于川普发贺电，所以看起来他们现在也并不太想，特别是黄仁勋，他也有中国大陆的市场的考量，可能他并不想要这个等于说涉入太深哦，要先保持3缄其口。那还有特斯拉，因为这一次我们看到马斯克大力支持川普嘛，他现在选后，特斯拉相关的中国大陆的股市是上涨的，甚至在早盘当中飙升了20%。最近大家在关注这个进博会在上海举行，那美国商会呢，上海的美国商会，他们讲说，其实不论谁当美国总统哦，他们都是一样，都是看好中国大陆市场，所以他们并不希望这个贸易战来影响到接下来他们投资中国大陆。那环球时报有做一个调查，他就是问了美国的民众受访者哦，其实有近90%的美国受访者是关心中美关系的，但是他们也希望说可以加强商业交流、民间往来，这才是这个中美中的主流民意哦。那反倒是这个美国的官方可能是比较偏向制裁或者抗中的论调，不太一样。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我觉得贸易战这个时候川普在打，用处已经很小了啦。因为已经打了6年了嘛。那中国大陆的整个体制也发生了变化啊。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出口大概只占 GDP 16%，那出口里面到美国的只有15%。所以你乘一下嘛，就是占整个美国的出口占整个 GDP 只有2.4%。那美国加这个税，坦白说了，他卖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中低阶层的东西啦。那因为它的量非常大，美国也在别的地方不容易找到替代品啦。我随便讲啦，什么圣诞树你要去哪里买？对。那家庭的一些用品啊，工具箱你要去哪里买？就你去别的地方买，价格一定比中国贵，然后产品品质也不一定有中国好。那你对这种东西来课税，你就伤到你自己的下层的老百姓嘛。对，尤其现在美国又有通膨啊，所以我坦白讲，我认为中国大陆跟美国这个，我觉得川普的交往啊，你如果要扯说谁对得起谁啊，那他不会示弱了。所以你去扯这个是没有用的啦。所以你如果要跟中国打交道，你说你来买我的农产品啊。我为什么要买？他都转到巴西去啦，转到俄罗斯啦，那我让这个，你也要让一个给我啊。我觉得目前的方式会是这样啦，不然就，川普你那个时候只有制裁华为啊，那是拜登任内才搞了半导体嘛，还有一大堆大概700多项的这个科技的公司或个人，那你要不要取消？我觉得中国的谈法可能会是这样啊。我认为他要中国示弱是做不到的啦，因为他也跟了全世界的141个国家都是最大贸易伙伴关系，那现在也在搞进博会，他自己已经有一个逻辑了啦，对，所以我认为川普在这里真的筹码不多啦，而且美国可以用的科技筹码几乎都被拜登用光了，你现在还有什么可以制裁中国啊？那中国有一些科技还追过你嘞，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在想贸易战、科技战，不会成功啦，那至于他要去怎么弄其他的国家，那就看他自己的本事了。而且你刚刚讲到那个人大常委会啊，你讲的第一项是真的啦，就是对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要做重组啊。这个6兆可能是真的啦，可是支持房市这4兆。我认为争议很大了，因为这个等于就是说，政府要不要提供资金来收购一些渔屋啦？这个反对的人真的蛮多的第一项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啦，所以目前我看到的数字就是6到10兆可是6兆可能性高一点，就是因为地方政府你一定要让它有资金的流动性。不然他真的很难做事。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是共识了。好，请教赖老师。川普第一任刚上来的时候就提出要征关旅税钢旅税。那他主要的因为他知道这个
卖往美国的钢铝最多的是从欧洲，俄罗斯、印度，大陆是排第9位，台湾是排第7位，所以大陆都比台湾少。那也就是说，主要的还是来自于欧洲美国的俄罗斯等这些国家把钢铝卖到大陆，卖到美国，然后他要求就是说，如果你们跟我站队去对付中国，那我这个钢铝税我就不跟你争了。结果呢，这些国家马上开始计算他们跟美国的贸易有多少，跟中国的贸易有多少，然后他们算一算以后，他们觉得那怎么可能？我想我损失很大，所以他们就不干了。不干了以后，美国就对他们课钢铝税，他们就火大了，然后就跟川普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川普又故技重施了，说我要对于全世界那么课征，特别是我的盟国要课征10%到20%的税，台湾也很紧张啊。然后我要对中国大陆课60%的税。其实他的言下之意，也可能又重新再来一次，说你们如果跟我站队去对付中国，也给中国课高关税。那这样的话，我10%到20%的税，不见得就要对你们课。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那这一招有用吗？不可能嘛，因为大陆跟欧洲的贸易额8000多亿美元，那你欧洲难道不要这8000多亿？那也就是说，欧洲他自己都已经算完了，他们说本来要完全脱钩，为什么会说我们不脱钩了？我们叫做去风险化。那这个就是拜登时代。从要脱钩到不能脱钩，然后创造新的名词叫做去风险化，那就代表什么？要跟中国切断是不可能的。日本如此，欧洲如此，韩国不也是如此？台湾可以吗？台湾也不行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那你美国就势必要对欧洲等它的盟国要课10%到20%的税，然后对中国大陆课60%的税。那请问一下，那这个哪一个国家的产品可以卖到美国去？然后你美国的制造业能够满足你美国3亿多人口的需求吗？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川普的经济学根本就是走不通，而且是胡说八道。但是选举的时候胡说八道很有用啊，因为我们台湾也是啊，选举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胡说八道啊。然后每个人都用最简单、最粗暴，然后最能够所谓的接地气了，其实就是俗不可耐的或者粗俗不堪的语言就觉得他这个人很贴庶民的语言然后就觉得这个大家都有共鸣不用文绉绉的，不用表现你是一个有接受教育的文明人。可是这不对嘛？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那你如果说大家都不要接受教育，干脆大学废掉，高中废掉初中废掉，大家都回去当摩登原始人算了。那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就是我们要有教养，要成为一个文明人。同样的道理，那怎么政治搞到最后都用最粗俗的语言？那今天台湾是如此，美国也是如此。好，那美国现在拜登又要用关税的方法，我认为他这套绝对走不通，因为美国自己做不到，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因为这样跟中国大陆就决裂，不可能的。联准会我看起来这个鲍尔也很有个性了他的个性摆得很明白了，就是你要我下台，门儿都没有因为你没有这个权利然后你怎么逼我，我就怎么去对你，然后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我觉得他的态度已经很明白了，川普搞不下他的，直到他的任期为止。好，来问家军。川普他是个生意人，他一定会把经济放在首位，经济大于军事，经济大于政治，他就是要赚钱。那赚钱一定是川普在他任内这个之中最大的任务。我们可以看呢，他现在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现在美国的联邦政府的总预算每一年赤字，像是赤字1.8兆美元。你看他这个每一年都是这个入不敷出，一个赤字1.8兆。而且美国国债现在到达36兆国债，那么重，川普要怎么样去解决？这都是他要去面对问题。美国的制造业的占比在他国内的 GDP 只剩下11%，是制造，其他都是金融、服务业什么的。你这个制造业衰退怎么样起来？我认为川普将来就希望中国大陆多向美国买一些东西。那经过这几年的贸易战呢，像在去年2023年。美国跟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已经降下来，降到2810亿美元，
前年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还是3850亿美元哦，去年降到2800亿了，少了1000亿。你看到没有？都是这样。美国就是要紧缩，希望中国大陆多买一点，这样子的话，它的美国这个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可以减少一点。那这个川普他会继续在这方面做贯彻，希望中国大陆买。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怎么样了？他当然就刺激，希望内需多一点，然后另外一个要向美国多买。我认为他们的贸易大战的这个说要增加到60%的关税，我认为可能性并不高。你那么多关税，那它里面也有需求啊，它会反映到这个民生物价。那美国的通膨已经够严重了，贺锦丽为什么会输？通膨压不下来嘛，通膨当面让大家出去外面薪水没增加，但是这个出去外面消费的钱。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关注一下哦，因为这个川普的当选，大家很担心啊，是不是保护费要开始收了呢？果不其然，昨天就有消息出来了，路透社告诉我们，华航要买波音喽。这一次呢，1300亿买客机啊。那报道里面是讲说是波音跟空巴来平分订单，但问题是现在全世界没什么人在买波音了呀，我们就还要继续买波音。虽然说是平分订单，但是相较于世界各国的航空公司来说的话，我们买波音已经算是超量很多了。那所以你看看，我们可能会购入20架客机，就是说，空巴啊、波音啊，拆分。那这个也是美选之后才浮现了这个事件跟这个话题哦。那你看看绿营的委员讲说，许智杰他讲，这不是保护费啊，这对我们的航空业来说是利多，乐观期待。我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买个飞机就叫做利多，然后就讲的一副那种很棒，他也不想批评，那就觉得美国叫我们买什么都是对的。那华航的回应是说，依照企业发展选最适合的机型哦，他挺低调的，就说将会依据市场需求跟企业发展规划来选择适合的机型。那预测的事情不回应。那其实呢，在2022年的时候，这故事就开始了。当时呢，美国共和党议员葛礼汉在见到蔡英文的时候，当面要求台湾要采购美国的波音787哦。那回到美国之后，又发出了新闻稿，希望未来几周台湾呢能够购买啦。结果果不其然，我们就宣布要购买24架的波音787，那这是80亿美元的一个项目哦。所以看起来这个共和党替波音发声，这一次也是共和党的川普上任，我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啊。所以人家就把这个川普的帽子啊，是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现在改成 Make Taiwan Pay Again， 就是让台湾再次付费啊。果不其然，我们要再次付费啦。路透社还讲说，不只是买飞机哦，还有扩大军购啊，因为我们接下来保护费也包含了我们要扩大军购。扩大军购同样也是跟这些像波音也是这个有在做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些武器嘛。那所以扩大军购，这是要表示重视川普的说法哦。那再来第一岛链恐怕要动起来了，因为呢，普京先说了一番话。普京他讲呢，他说恭贺川普重新入主白宫，随时准备对话，而且他重申中国大陆是重要的盟友哦，还说中国其实没有就无意在台海发动攻击，不像台湾像乌克兰一样挑起危机。所以这一番话就被网友解读说，来了，这个普京来算账了，来跟赖清德算爱魂条约的账了。在川普选后，这一番话是不是冲着赖清德而来哦？那当然，川普的当选其实也让整个第一岛链，包含日本、韩国、菲律宾都紧张起来了。那日韩的这个首相哦，是赶紧跟川普通了电话，当然是贺电啦。那也是接下来说要安排面对面的双边或是3边的会晤。那菲律宾也讲说这个期待川普重返白宫哦，但是其实呢，他也是害怕得很，因为过去也是被拜登推着走上了第一线，跟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在南海的冲突哦。那他现在也只能自己安抚自己啊，就说接下来呢，
这个美国不论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哦，其实都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啦。在这个南海对抗上面的话，一定这个是优先的顺位，意味着呢，美国跟我们的军事合作绝对可以延续下去哦。这是菲律宾自己对外对内要开始有这样的一些话语哦，但其实他们自己本身的媒体也是迟疑，有一个存疑的声音在的。所以第一岛链动起来，那再来珠海的航展倒数4天，下周就12号的时候开始哦。那现在有一个画面就是红旗19的亮相，有专家讲说这堪称是陆版的萨德哦，那就反正说因为这个红旗19也是非常难得可以见到，它是有一个具有作战保护性、覆盖范围大以及突防对抗能力强这些特点哦，可以在这些目标实施区来进行拦截。那还有呢，歼15T 也出现了，大陆的军事专家就讲到了，这个大陆航母的5件套正在逐步实现哦，包含了歼15T、弹射这个舰载机，还有隐形的舰载战斗机啊，还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还有固定翼的电子战机、反潜直升机5件套，现在也是要对抗着这个外来势力嘛。那歼15T 现身也可以跟这个歼35跟歼20来混编作战。中国大陆的军媒发文他说这个歼35T 就会参与这一次的珠海航展，也是现在军事迷非常期待的那它的这个电磁弹射能力也是在为福建号的航舰做准备。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外媒很关注的，这叫做9天，它是大型无人机当中它其实算是一个无人机的母机，再加上呢它自己本身的这个顶部喷气发动机提供动力所以你看到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外观上是跟美国的 A10攻击机还有野马轻型侦察机感觉好像是混合体产生出的这个9天无人机的一个算是一个大国重器这外媒十分关注。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我觉得川普当选，因为他是美国优先嘛，所以拜登4年所架构的亚洲的所有的多边、双边协议，可能都会被重新评估了。比如说台湾那个印太框架，那100%没了啦，然后韩国也在担心，因为川普跟他有签 FTA 嘛，对，美韩有 FTA， 那也会被重新评估那至于这个美日韩的那个安保的架构我认为川普也兴趣不大了。那日本，比如说Quad，我看川普也没有什么兴趣了，所以等于是一切都重估那他们也不知道川普要干嘛，所以就是比较低调示好而且我觉得川普第一个事情搞不好是去清点你的贸易顺差了那我找了一下数字这个整个这个亚洲地区第1名叫越南中国不算了越南的顺差是1000亿美元美国是那个日本是597亿，韩国444亿，台湾是308亿，那你就等着看吧。他就一个一个打电话说你该买美国货了所以我们台湾算速度很快了，立即端上贡品，对不对这个华航先表态，那目前也传出来国防部可能在明年1月会有一个巨额的军事采购因为本来川普就比较愿意卖台湾武器了川普这个4年任内总共卖给台湾210亿美元的武器拜登4年只有卖76亿，而且拜登卖的都是零零碎碎的东西大件的都是在川普任内卖的包括 F-16V 包括 M1A2T 的坦克，包括海马斯，通通都是川普卖的所以我觉得赖清德政府应该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明年1月，因为知道要保护费嘛，那就索性我就拉高我想购买的项目，那我拜登任内都买不到那现在就考验川普你要不要卖我因为川普可能也要思考中国大陆的立场所以我觉得跟川普打交道你一定要出招啦你如果不出招，你一定输了，一定被欺负了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台湾这样也不算不对啦。就说你不要叫我买嘛，我就开单啊。我认为中国大陆也可能会这样做，比如说那个川普上任之后，他可能第一个打电话就是打给习近平，一定会跟他讲说，啊，你答应的农产品很久没买了啊。事实上，中国大陆确实大部分都转到巴西去了，这是事实啊。那中国大陆也不会跟他说我不要买啊，中国大陆可能就会开一大堆清单，说我愿意买你的高科技产品，你不卖我啊。所以我觉得跟川普打交道最好是用这个模式了，就是说没有啊，我没有对不起你啊，我愿意啊，那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跟我打交道？这会比较有用啊，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即将面对一个新的这个美国了啊，你跟他谈什么价值同盟，那都没有用啊。所以我是民主台湾你自己去民主吧。他根本不在乎了，他根本不在乎了，他在乎的是美国的利益了，利害关系啊。我觉得他首先处理的应该就是经济了，那经济就是他会去统整你对我的贸易顺差有多大，那他会要求你要买美国货，这应该是第一啦。那接下来再来统整拜登建立的各种关系啊，那他也不一定会废啦。可是就是自然的就让那个不重要了，这样了，因为他不会来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我们跟波音买东西，我觉得还是要记住几个原则啊，就是说波音的飞机到底安不安全，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牵涉到你这个航空公司未来能不能顺利运行啊，你会不会有一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你的巨额的赔偿的问题，甚至公司因而受到严重的损害，那我们的乘客的这个生命安全能不能获得保障啊？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它必须要确定，完全的确定，不要说你今天买了一架飞机交机了以后，我们开始这个机门掉了，然后机舱破了然后驾驶舱破裂或者是轮胎掉下去等等。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一定要确保说，你今天跟波音买飞机。到底安不安全？第二个，我觉得你要确定的就是它的价格合不合理。同机款的飞机跟空巴的飞机来做比较，到底哪一个比较合理？我觉得这个是在商言商啊。那你今天说我们这个必须要考虑很多因素，然后所以我们跟空巴买。那他说，这样子对我们台湾有利。那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台湾有利在哪里？那如果说是如此的话，那我们就来看一看长荣到底买什么飞机嘛？他这几年以来，他主要的是买什么样的飞机？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思考考虑长荣的一个做法因为他一定绝对不会去做让长荣不利的事嘛，让长荣有利的事，那就代表他是从理性来思考。那你华航也应该要因为你已经转变成为企业经营的方法，你也应该考虑到更多的就是公司的利益，还有我们台湾纳税人的利益。最后一个，我觉得你要确定它能不能如期的交机。长荣去年买33架空中巴士，空中巴士为什么他要买空中巴士？对不对？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你要给我们大家一个合理的答案嘛，就是你要去研究一下长荣为什么买空中巴士，而不是买波音。那你才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交代嘛？是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不能搪塞，不能只因为它是有官方的官股占很大部分，你就可以上下其手。我觉得这是不可以的。还有，我觉得更重要的地方是能不能如期交机。我一个航空公司，我买一个花这么多钱，然后要花这么多年，我才能够拿到这个飞机，结果它不能够如期交机的话，那这个对我的公司营运是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华航要给大家做一个交代，相关的护航的这些立委也要给我们做个交代嘛。你要交代说你为什么要护航，讲清楚。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那么隐瞒反正就是不正常的。另外，我个人是觉得，川普除了以色列以外，其他的国家的安全他并没有兴趣。因为以色列他绝对有兴趣，但是除了以色列以外，我不认为他会对于菲律宾的安全有兴趣。你看他第一任期的任内，他对于菲律宾有兴趣吗？没有开始搞乱起来的是从拜登开始，而不是真的从川普开始。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4年以来，南海为什么会乱？菲律宾为什么会开始乱起来？那就是因为是拜登而不是川普嘛。所以川普对于南海、对菲律宾是没有兴趣的。那川普怎么会对 QEAD 有兴趣呢？现在日本忧虑、焦虑啊，石破茂现在焦虑到不行，是在哪里？是川普不但不要 TPP， 他连跨大太平洋的这个框架、经济框架他都不要。他在选举前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要这个东西，他要退出。那对于大卫营峰会他怎么会有兴趣？没事有事没事找你们日本、韩国人来跟我开会，我烦死了。我觉得川普不会要这些会议的。好，来请教将军。我们这个要去买波音的飞机啊，我认为这个政治的考量有不得不，因为你看这个时机刚好非常巧，这个礼拜川普当选，我们就立刻要跟波音买飞机。对，这时机太巧，马上立刻上。我认为我们大概有3个会去做。第一个向波音买，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向波音去买？波音目前的航行不好啊。飞安的因素，航空飞行安全的因素，你知道市场考量一定要飞安第一嘛？那为什么向他买？而且我们现在在去年的2023年，我们就已经订了24架，向波音订了24架波音787，你都已经还没有交了，已经订了24架787了，现在又要去向波音买飞机，那我想说这是个小菜，不得不来提出来。而且现在华航机队的平均机队的年纪，这个机龄才9.5年。9年半还是新的，你客机一般来讲可以飞20年，那现在才9年半，那么新呢，你就要买飞机，政治考量嘛，那不得不，我认为川普当选，第一个这个小菜先上，第二个明年1月20号川普上任之后，可能军购的大礼包就要出来了，军购这是我们军购的清单大礼包，请您这边过目一下，我们要买这些军购大礼包。那第3个就是2026年，因为明年的预算已经编出来，2026年的国防预算大幅提升，这3个。对不对？现在这个先买波音，再买军购大清单，最后面国防预算大幅增加。刚好对跟川普讲，因为这是美国利益啊，都向你美国买啊，清单都在这边，预算也编好了。所以这是3步走，第1步走，这个礼拜就立刻送出去。另外我们来看这个11月12号珠海航展开始，它有一个叫做我们所说到的这红旗19，红旗是类似美国的萨德系统，因为它几个特色，它是相位阵列雷达，不是都普勒雷达，相位阵列雷达。再加上红外线成像去抓目标，你这个双重一比对抓的就精准，而且它可以打到150公里的高度，已经到了内太空了，到内太空做拦截弹道，然后在大气层也可以做拦截，它可以2个拦截，内太空拦截还有大气层拦截，因为它可以打到150公里高度，它最大的拦截航程是500公里，你就知道它的这个够远了，够远够高。萨德不是400，对400，因为它这个是它增程型改良型的红旗19。到500公里，你就知道最高高度可以达到150公里。我们知道超过100公里啊，就是进入内太空了，是这个样。换句话说，这个红旗19这一次展出来，因为这个是第一次，这个珠海航展第一次展出红旗19，所以大家很注意哦，怎么就有红旗19了？大家都一直注意到这个红旗9啊，红旗9A、红旗9B、红旗9C 啊，怎么突然一个红旗19了？变成类似这个状况，大家比较重视这一方面。所以说航展当然还有很多可以看的，也包括刚才讲到的9天无人机，它可以载10公吨呢，是最大型，这是目前中共最一般的无人机，大型无人机都2公吨到5公吨算大型的，它这个96年10公吨，将来下面都挂的这些无人机，无人机挂无人机，风群战术出去，无人机挂只要放出去，它有8个派龙架，一个派龙架挂一个就可以挂8个，就左4右4。8个无人机就出去，所以母机的在空中放，对，要空中去放。那这样子的话，它的攻击所能够发挥的战术的效果更显著，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